祖父病逝，我上京投奔未婚夫。听说他心高气傲，已有了心悦之人，对我这个乡下的未婚妻极为嫌弃。我忐忑一路，见到人才知传言虚假。他分明洁身自好，性情温柔，容貌俊美不说，还对我极为爱重。我安心嫁了过去。成婚3月，游学回京的侄子前来见礼，对着我兀自出神。后来我撞见他上门质问我夫君，满脸不可置信。二叔，你怎能冒充我，娶了我的未婚妻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祖父病逝前拉着我的手，说我身上有一门娃娃亲，是江都裴氏行二的公子，名。还没来得及说出名字，老爷子一口大喘气，便溘然长逝。我悲痛万分。处理好祖父丧事后，半月后，我拿着信物上了京。祖父曾在太医院任职，后来年纪大了，便辞官回乡，开了一家医馆，以此为生。因救治过我那年幼的未婚夫，便定下了这门亲事。祖父未说清对方姓名，不过我记住了，是江都裴氏行二的公子，应当不难找。何况祖父在病逝前强撑着身子，给江都裴氏去了封信。我出发前也写了一封寄过去，言明自己预计到京的时间，让裴二务必派人在码头接我。务必。信件中我犹豫了下，将这2个字圈了起来。否则我不认人，迷路了怎么办？上船后，我眺望江面，吹着海风，本心情惬意，却忽地听到身后2人议论。哎，你听说没有？裴二那乡下未婚妻要上京找他。裴二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乡下未婚妻，不会这要巧合吧？另一人疑惑发问，那裴二怎么说也是世家公子，怎会与一个乡下女友婚约？好像是2家有交情，这才定下的，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什么样。这乡下女定是要失望而归了，且不说裴二身边已经有了江青汉，就说在乡下长大，定是生的相貌丑陋，5大3粗，性情粗鄙，心高气傲的裴二也断然是瞧不上。我听不下去了，转头狠狠瞪了那2人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姑娘，身后脚步匆匆，那2人追了上来。敢问方才可是哪里冒犯到了姑娘？在下何朗，在此致歉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是啊，在下陈方舟。2人神情热切的有些吓人，我忙关上房门，将人隔绝在门外。祖父说的没错，外头的人果然可怕。这艘官船自江南出发，一路上京，那2人衣着华贵，操着一口云京口音，是云京人士无疑。那他们口中的裴二，应当就是我定亲的那个裴二。他嫌弃我在乡下长大，还有了意中人。我捏紧手指，待到上京，若我查证是真的，我就不嫁给他了。我恶狠狠地想。在船上颠簸数日，总算停船靠岸，背上包袱下了船，我一眼便看到了上头印着裴字的旗子。还好裴家派了人来接。我朝他走去。走吧。那举着旗子的人似乎没反应过来，愣愣看我。我疑惑，你不是裴家的人吗？江都裴氏。那人才反应过来似的，颇有些试探地问我，您就是文姑娘？我点头。被他引路带至一辆马车前，对方十足善意的提醒，文姑娘，今日是二爷亲自来接您，他有话想对您说。裴二亲自来接？我愣了下，有些忐忑，我还没做好直接见未婚夫的准备，何况他对我不满。正愣神间，马车车帘被一只修长的手掀起，我抬起眼，正撞上一双冷淡疏离的眉目。车厢里的人月牙白的锦袍剪裁合体，身姿清瘦挺拔，风光霁月，如芝兰玉树，说不出的尊贵雅致。我晃了下神，险些被这人出挑的容貌迷了眼，但想起路途上听到的传闻，又清醒过来。皮囊再好，瞧着再尊贵，他又瞧不起我，有何好的？坐进马车里，我道：裴二公子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不急。他凤眸定定看我，薄唇轻启，声音清冷微沉。文姑娘舟车劳顿，还是先回府上，好生休息一番。我没有拒绝。江都裴氏作为世家，自是财力雄厚。我千里迢迢而来，既然要被退婚，还不许我吃些好的吗？只是裴二说不急是真不急，
在他宅子里一连休息3日，都没见到他的影子。我只能和被指派来照顾我的丫鬟说话，从中探知有关裴二的信息。丫鬟说，裴二名为裴度，年纪轻轻便被圣上钦点为大理寺少卿。这么厉害的人，配我是有些屈才了。那你可认得江清汉？丫鬟听了这个名字，却脸色骤变，看着我的眼神似乎透着几分同情。我便知道他认得。那他和裴度是什么关系？二爷。丫鬟想了想，江姑娘和二爷没什么关系，只是二少对她有些不一般。丫鬟又道，二少是咱们二爷的侄子。我恍然大悟，那便是我误会了。在船上，那2个人说的是裴度的侄子，不是裴度。只是没想到，裴度的侄子也有个和我差不多的未婚妻，将来应当能处好关系。打听到裴度府中无人，洁身自好后，我更是十足满意。看来祖父给我挑的这个未婚夫还是很不错的。他亲自将我接回府上，不似不上心的样子。思索了几天，我觉得不能坐以待毙。既然解开了误会，未婚夫妻理应好好培养感情才是。休沐日，打听到裴度在府上，我借用小厨房做了糕点和梨汤送过去。二爷，您说文姑娘这是什么意思？看着二少的未婚妻给二爷送来的食盒，底下人百思不得其解。裴度打开食盒，一碟桃片糕色泽诱人，旁边一碗热腾腾的雪梨银耳汤，甜香扑鼻。侍从脱口而出，他竟还知道大人是甜，这定是费心打听过的。府上下人不是那等嘴不严的，这文姑娘收买人心好强的本事。这文姑娘该不会是眼见和二少的婚事不成，准备攀附您吧？裴度眸光一滞，抬头轻瞥侍从一眼。你何时学会的恶意揣度旁人？侍从忙改口，那定当是他感念二爷您收留，这才送这些过来，聊表谢意。谢意，这说法比上一个听着还要更不舒服些。他捻起那糕点，轻咬一口，甜而不腻；尝一口雪梨银耳汤，更是甘甜宜人。这都是他自己做的。是，厨房的人眼看着呢。慢条斯理的用完，裴度思忖道，从库房里挑出些布，给他做几件新衣裳吧。侍从小心翼翼问道，主子要做上几季？若是二少铁了心不回来，二少与文姑娘这桩婚约，早早裴家人士都知道的。二少又是得了怪病，被大爷带着寻已经退隐的文太医看诊，在那乡野之地住了段时日。大爷喜好玄法，心神一动，便给自己二少玉文姑娘合了八字。一瞧出来的结果是天作之合，便谁也没商量，将二少的婚事许了出去。前段时间文老来信，说自己要不行了，孙女即将上京投奔，裴家大房可是热闹十足。大爷非要守诺，大夫人和二少都咬死了不愿意，两方就这么僵持着。直到文姑娘的信一来，更热闹了。信中说务必要让人来接，务必还画了个大大的圈。一下子大夫人和二少都觉得文姑娘是个粗鄙蛮横的丫头，更不愿意了。二少借着游学跑去了江南，还和那回江南祖宅探亲的江家姑娘一道去的，想必回来后两人便要成好事。二少走就走吧，还生怕等到文姑娘来了京城，大爷强逼他俩成婚，比如让公鸡代替他拜堂什么的，便求到了二爷这儿，让二爷帮他打发了人。二爷和二少自小感情变好，因着年纪只相差5岁，小时候二少分不清，便黏着二爷哥哥长哥哥短。他忧惧惊惶到这份上，二爷自然不能不帮。只是二爷是怎么想的呢？照着以往的做派，雷厉风行，给了补偿，将人打发走就是了，怎的还让人住下了？现在还要给人做衣裳，总不能是被色所迷了吧？平心而论，文姑娘容貌出挑，世间罕有，的确不像乡下教养的女儿。二少若是迟走一天，瞧见自己未婚妻什么模样，恐怕便不会抗拒了。各记得都做上，再让人去给他采买些首饰。裴度思索片刻，天也凉了，安排下他屋子里的炭火，奋力与我一样。侍从顶着满脑袋问号下去了。送了一次吃食，未婚夫便安排上了漂亮的衣服首饰，我全当是对我的一次肯定。看来他对我是上心的，只是性格内敛，不知如何表达。那便只能我主动了。
接下来我变着花样，日日给裴度送些小食。有时想做些药膳，但又琢磨着是不是该去给裴度把个脉再说。忙过那一阵后，裴度便日日回府，我挑了个时间过去，说找裴度有事。裴度身边的人一副见了鬼的模样，但还是进去禀报了。到底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吗？每次送吃的，裴度身边人就是这副表情。我找自己的未婚夫，究竟有何奇怪？进去后，那人还特意把门大开着，贼眉鼠眼。凉风吹进来，冷得十足。直到裴度过去把门关上，才好了些。他给我倒了杯茶，问我文姑娘这段时日在府上住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老实回答，就是你太忙了，总见不到你。裴度听了这话，刚抿的茶水卡在喉咙里，剧烈咳嗽起来。我忙站起身，轻拍他几杯顺气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裴度摆摆手，示意我坐回去。我的视线一下子落在他修长的手上。未婚夫生的当真得天独厚，就连手也如此修长漂亮，骨节分明。反应过来时，手已经伸到了他的脉搏上。裴度抬眸看我，有些疑惑。我清清嗓子道，这段时日天气渐冷，我过来便是想给裴公子把把脉，看需不需要用药膳调养一番。毕竟是未来的夫君，身体状况自然得上心些。裴度抿住嘴唇，微垂的长睫颤动得厉害。这样不合适吧？我理解，毕竟我们还没有成婚。未婚夫性子害羞内敛，将我接回来这么久，都未主动找过我。他虽这么说，可未收回手，安安分分的任手腕被我触着。我劝说他，没事的，这里又没有别人。裴度闻言震惊的掀起眼，狭长的眼瞪得有些圆。手指下的肌肤温润如玉，我很快判断出来。脉搏强健有力，倒是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火气有些旺，做些下火的东西便好。收回手，裴度开口唤我，文姑娘。我认真道，四下无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唤我雪意。裴度低头轻咳，俊秀的面庞微微有些发红。雪意。他有些含糊地唤了声，又犹豫着问，你真想好了？这还需要想？我有些疑惑地点点头。哎，这么容易害羞，以后成婚该怎么办？不过说到成婚，那我们何时成婚？你想好了吗？我问他。裴度沉吟半晌，是否快了些？还有许多事未解决。快？我上京来不就是和他成亲的吗？他应当早有准备才是。也曾听过街头巷尾传言，许多婚事就是被硬生生拖黄的。愣怔半晌，我问他，你是不是不想娶我？也是，我与他的婚约本就是长辈定下，这么多年也未有交集。何况我一个乡下孤女，的确配不上他。未等他开口，我掏出信物，你若是不愿，我们现在就可以退婚。这东西物归原主。裴度视线定格在我手中的信物上，墨眸泛起丝丝涟漪。退婚？当然不。裴度眸色渐深，神色温柔了些。是因诸事繁杂，还需筹备。他轻轻将我发丝掠到耳后。你我大婚，当然要万事俱全才行。裴度说是要等，可流程进行得很快。见他父母兄嫂时，我乖顺地一一见礼，却还是收到了怪异的眼光。裴度父母倒是什么都没说，嫂子也是笑容满面，只是他兄长看着我，边看边叹息。私下，我问他，你兄长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？裴度与他兄长年纪差的有些大，我听底下人说过一嘴，说大爷本是裴家独子，奈何沉迷玄法，老爷和夫人害怕他将来修道不理尘世，这才又生了裴度，以至于裴度与大爷的儿子也只相差5岁而已。不过这两人关系如何，我就不清楚了。裴度轻描淡写，别管他，他原先给我看了一高门大户家的女儿，我没听他的，他这才如此。听及缘由，我抱怨道，你我早有婚约，他怎能这样？是啊。裴度轻抚我面颊，轻笑道，所以在大婚前离他远些，好吗？我乖觉点头，安心备嫁。很快到了大婚之日，繁琐的一日过完，洞房花烛夜，裴度掀开我头顶的盖头，看他一眼，我就红了脸。
她原本便清俊白皙，身段出挑，一袭红袍更衬得眉目如画。以后这便是我夫君了。祖父眼光果然毒辣，昔日他来治病时还那么小，便看出他是个可堪托付之人。祖父弥留之际，还说我与他小时候见过，玩得挺好，才帮我定下了这门亲。后来我发了一场高烧，许多事我都记不清了。喝完合卺酒，卸下沉重的嫁衣，我问他：裴度，你还记得我们两个小时候的事情吗？裴度闻言，动作微顿，扬起机不可察的一个笑。太久远了，记不清了。身子一轻，我被抱到他大腿上，他盯着我，瞳孔幽深。怎地忽然想起问小时候的事情？我将自己发烧不记事的事说了后，他摸摸我脑袋，不记得便不记得了，我们且看以后。我点点头，眼看着夫君俊秀的面庞渐渐逼近，我轻轻闭眼，柔软微凉的唇瓣轻触上来，我身子一抖，痒意从唇间蔓延到心间，又延伸到四肢百骸。裴度感知到我的反应，大手轻轻在我脊背上轻拍。别怕。喷洒在脸上的热意急促了些，裴度低唤我的名字。雪意，张嘴。我听话起唇，下一秒，裹挟着酒意的滚烫唇舌顶了进来，引起一阵战栗酥麻。随后便是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。云霄雨霁，我闭眼正要睡，忽地又被他揽进怀里。他声音有些蛊惑，再来一次，可以吗？我下意识点头。不过，不是都说他不重欲吗？没空细想，我又被他拖入新一轮风暴里。裴度真是个很好的夫君。成亲过后，他吩咐另居，对我也不甚拘束，每日下旨也都会从街上带些好吃好玩的回来。宅子里人并不多，管家也极其顺利。唯一有些烦恼的地方，便是他那方面的需求有点大。天气凉了，外头雪花飘落，裴度闲暇时便不怎么出门，与我窝在一起。屋子里烧着炭火，他用完膳，喝了热汤，便饱暖思淫欲，也不顾以往端方领正的君子气节了，青天白日便缠着我胡闹起来。当初真看不出他是这种不知节制的，不过想起下人说他洁身自好了25年，觉得倒也不是不能理解。但是25年，裴度竟比我大了8岁吗？我陷入沉思，忽然觉得还是要给他多调养身体才行。年乎几月，很快便到了腊八节，裴家要办家宴，提前几日便要准备。我和裴度住的地方与裴府只隔了一条街，我过去帮忙。这次家宴是由长嫂操持，我在一旁边学边看着。长嫂出身青郎薛氏，与裴家门当户对，一言一行都颇有规矩，内务也管理得井井有条。裴家这等家族，诸事繁杂，裴度若是长子，他的亲事只怕也不能就这么许给了我。正筹备的当口，门口下人忽地来报，说二少回来了。方才还在安排诸事的长嫂面色一喜，便匆匆朝门口去了。走时还匆匆看了我一眼，我也赶紧跟上去。大嫂的一对儿女里，大小姐已经出嫁，剩下一个看得跟宝贝眼珠子的就是二少。当时我和裴度大婚时，他人在江南赶不回来，只送了礼。刚到庭院口，便正撞上一身黑色劲装、马尾高束的年轻男子。裴家人的皮囊都是不错的，这二少裴昭也是，眉眼间有些艳丽，加上神情生动，颇有些恣意风流的味道。长嫂见他便嗔怪：昭儿，你回京了，怎地也不来信？我好让人去码头接你。有什么好接的？裴昭不以为意，他抬头轻扫裴家众人，倏地将目光顿住，几息后又迅速回了神。这位是？他的目光是看着我问的。我张了张嘴，正要开口，长嫂快我一步，回答他：这是你二叔新过门的媳妇，你该叫一声婶婶。裴昭错开眼，也没叫人，倒是径直岔开了话题。说起来，我二叔呢？你二叔自是在忙公务。长房母子俩说着话，相携着往前去了。我跟在身后，有些困惑。这大房一个两个的，怎地都好似对我有意见。回去后，我心情烦闷，在裴度面前一吐为快，却见裴度听着，神情有些不对劲。他微垂眸子，往日温润的眸子竟有几分说不出的冷。裴昭。裴度安抚似的摸摸我脑袋。
你不必在意，他尚年轻，难免不识礼数些。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在裴度面前说了他侄子的坏话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找补。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啦，我瞧他还是知礼节的。回来后便第一时间找长辈见了礼，可能就是与我不熟，有些不好意思吧。是吗？裴度轻轻把玩我长发，语气不冷不热。当夜床榻间，正在兴头上时，身上忽的一空。我有些茫然地睁开眼。雪意说你心悦我，我就你。我瞪大眼看着他顶着一张圣洁的脸说出这种话，有些不可思议。裴度如今在床子间是越发不当人了。只不过我舔舔唇，身上更热，有些莫名的色气，是怎么回事？夫君，我轻声唤着，凑到他耳边，轻轻说出那3个字。他闻言，眸色愈深。当真心悦我？倘若我与你不是自幼定亲呢？这是什么话？我有些不满道，这话应当我问才是。倘若你我不是自幼定亲，像你这样的，排队都轮不上我，没人能勉强我做事。裴度轻吻我唇角，我若不是一眼就认定你，就算定亲也是没用的。我听出他言外之意，哼哼唧唧缠他，我知道你心悦我了，还是先做事吧，别吊着我了。裴度闷笑，好。眼前摇摇晃晃，今夜的裴度格外卖力。结宴上，对面的新婚夫妇你侬我侬，说不出是什么心思，借着上前敬酒的功夫，他与裴度调侃：几月前我走时，二叔还是孤家寡人，怎地这么着急就成了亲？他回来时看到陌生且漂亮的面庞，还以为是母亲娘家的哪个表妹上了门。裴度淡淡回答，情投意合，自然着急。你和江姑娘一道下江南，现下如何了？裴昭含糊过去。江清汉与他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，又生得貌美，他自然喜欢。前段时间母亲传信，说那乡下女的事情已然解决，他便琢磨着回来便定亲。只是裴昭视线似有若无地落在裴度心腹身上。原本他还觉得江清汉已然足够貌美，没想到这个他应该唤作二婶的年轻女子，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眼睛、鼻子、嘴都长在了他心坎里。回来时初次看到，他还以为是哪个母亲娘家的表妹，没想到竟让二叔捷足先登了。回去后，裴昭叫来人打听，这新进门的二婶什么来历？家中可还有姐妹？小厮回想，二少，这二夫人姓文，出身不甚显赫，听说还是个孤女，家中别说姐妹了，连个人都没有。裴昭不免有些失望，他还想着这二婶若是有和他生的一般貌美的姐妹，等等。裴昭忽觉察不对劲，微皱起眉，你说他姓什么？主子们都唤他文氏。门中耳那个文？是。沉默几息，裴昭冷不丁问，父亲给我定的那位婚妻是怎么处理的？您忘了？小厮提醒他，您临走前让二爷帮你打发了人的。那乡下女二爷怎么处理的？奴才也不知道。裴昭沉默，心里却隐隐有了猜测。年前裴昭上门见礼，带了不少礼物。二叔与二婶新婚，我这做侄儿的未来的急到一声喜，今日特上门见礼。裴度刚好不在，我将人请进来，吩咐备上茶水糕点。察觉一道强烈的目光，我抬头看去，裴昭正直愣愣盯着我。我疑惑，我脸上是有何脏东西吗？裴昭收回视线，语气颇有些讽刺。在江南时知道二叔要成亲的消息，我还在想究竟是何方女子嫁给了二叔，见后才知二叔眼光毒辣。我皱眉，这话怎么听得奇奇怪怪的？听闻二婶也是江淮人士。我点头，巧了，我知道一个人，他与你是同乡，也姓文。哦，我应声，那还真是巧合。这裴昭到底想说什么？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二婶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裴昭直勾勾看我，一副我对不起他的样子。我不明所以，只好道，我们那一片姓文的挺多的，你想找人的话，我帮你打听打听。裴昭冷笑一声，再没说话，随后便放下茶盏离开。我没放在心上，没成想下人急急忙忙来禀，
说裴昭和裴度两个人吵起来了。二爷今日下职回来，在府门前便被二少拦住了，有些生气，想和二爷说什么。二爷将他带进府里书房说话，两个人眼看着又要吵起来，二少还有要动手的意思。我忙赶过去，推开书房门时，正听得裴昭极其愤怒的一句：“二叔，你怎能冒充我，娶了我的未婚妻？”脑中轰的一声，我恍然大悟，裴家大爷和裴昭奇怪的态度，裴度那夜的失控，一瞬间都有了解答。原来我是裴昭的未婚妻，不是裴度的。那日我在船上听到的传闻也没错，我的未婚夫的确是那个裴二，裴度竟是骗我的。看见我，裴昭一张锋利面庞藏不住的讽刺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？我才是和你定亲的那个人，你被骗了。”我十分费解，裴度为何要骗我呢？裴度小心翼翼地看我一眼，又忙低下头，满腔疑惑。在看到他面庞上的微青后，我变了脸色：“你打他了？”“没事。”手背轻轻握住，裴度轻声道：“躲的时候不慎撞到书柜，没事的。”我忍了忍，还是没忍住，转头对裴昭道：“他是你长辈，你怎么能对他动手？”裴昭瞪大眼，有些不可置信：“他是长辈又如何？是他做错事在先，那你也不该打他。”我冷冷道：“何况他做的事于你而言错在何处？是你不肯成婚，若不是他顶上，裴家少不了一个背信弃义之名。裴度是替你替大房擦屁股，你有何脸面，有何资格质问他？”裴昭呼吸急促，怒道：“他骗了你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他骗不骗我，那是我的事，我都还未追究，你急什么？”我有些讽刺：“怎么？看到我不是如你所想的相貌丑陋、五大三粗，后悔了？”裴昭张了张嘴：“我莫说他顶了婚约与我成的婚，就是我上京来看到成亲对象与你一般，我也绝不会履婚。”裴昭闻言白了脸色，他咬咬牙：“你当本少稀罕你吗？那再好不过。”我下了逐客令：“天色不早了，二少还是请回吧。”裴昭紧了紧拳头，强压下怒气，他紧绷着下颌，大步离开。我松开身后人刚才偷偷握过来的手，看了裴度一眼，我没说话，转身回房。雪意，身后裴度追了上来，我加快脚步，先一步进到屋里，关上了门。雪意，门外裴度的声音有些低：“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不好？”我没说话。裴度道：“当初裴昭不愿意履婚，为了躲你离开京城，临走前还拜托将你和他的婚约解决。原来如此，难怪那日在码头接我的是裴度。但自我第一次见你，我便认定你了，让你住在我的宅子里，也是存了私心。那段时日，你对我极为主动，我便以为你是见与裴昭的婚事不成，想要与我在一起，这与我的想法一样。我靠在门板上反问，我初来乍到，你又什么都不说，我怎么知道裴昭的情况？”裴度轻叹：“是我太想当然了，我听人说你向丫鬟打听过江清汉，便以为你已然知道了。这就全然是巧合了。不过，你竟还让人监视我。”裴度默然一会儿：“是我的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是认错了人，将我当做了未婚夫，我便顺水推舟，认下了。这也是我最想不明白的地方。你为何要认下？”我闷声道：“你若不认下，那婚退了便是，你与我另订婚约，不行吗？这法子是可以，只是耗费的时日太长，风险又太高。”裴度轻声解释：“若是我帮着裴昭与你退了婚，你说不准会将我划到与裴昭一边，对我有偏见，不会与我相恋。”我沉默。裴度将他当初的盘算一一说给我听：“若退了婚，你定是要在京城另寻住处的，应当还会找一个医馆谋生。届时不知会有多少狂蜂浪蝶，你会不会选我，我没有把握。这倒是说对了，我的确是这么打算的。再来，退孙子的婚再嫁儿子，我父母不会同意。可若是为着守信替大房履约，将婚约换人，他们见我迟迟不成婚，松口便会简单许多。再说，你也看到，裴度如今后悔了。考虑到当初他万一提前回来，又会是一番纠缠，我才提前下手。他倒是思虑周全。
我有些没好气地问，那你为何不直接告诉我？还是那个原因，我没有把握。裴度顿了顿，你与裴昭又是有故，又未嫁他上京，提前告知你换人，你未必会同意，婚后想告诉你，又怕你生气，便一拖再拖。我生气地打开门，亏你还是大理寺少卿，你知不知道这是骗婚？我错了。他握上来的手有些凉，漂亮的眉眼微垂。是我不择手段，你仅可以骂我，但是有一点，求你不要和我分开。成亲以来，见过他端方雅正、凌厉冷漠的模样，还从未见过他如此装可怜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裴度看着清风朗月，其实是属汤圆的，内里蔫坏。既如此，我沉思片刻，抽回手。那我们分房睡几日吧，让我消消气。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。我松口气，刚收回的手被拽住，裴度抬起眼。成婚还不满半年，底下人会笑话我的。他拥着我进了门，轻声哄道，我打个地铺，睡在你脚边，行吗？腊月的天气，让他打地铺。裴度这厮便是吃准了，我不忍心。回了屋内，我让人取来药膏。裴度眼角处有些青，我已然想明白了，裴昭上门，裴度好歹是长辈，要治他有的是法子，给自己弄伤，无非就是想博取我的同情。边上药，我边叹气，谁让当初被他的外表迷惑，没看出他是个属汤圆的呢？我忽地开口，其实你也不必觉得没把握。仔细想想，当初我以为并非我未婚夫的裴昭，据说也有个乡下来的未婚妻。世上哪里有这样巧合的事情呢？只是我更愿意相信，他就是与我定亲的那个人罢了。我应该也与你一样，第一次见他便被迷了心智。裴度自然听懂了我的意思，眸子微亮。他低头，轻轻在我唇边落下一吻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番外，裴昭与江清汉成了亲，明明是他昔日自己求来的人，真走到这一步，他却有些怅然若失。婚宴上，文雪逸坐在长辈席，一袭粉衣，更衬得人比花娇。裴昭看着他，悔意骤然涌上。之前他做梦，梦到小时候的一些事情。他被父亲带去江淮，找已经归隐的文太医治病。在那里，他发现了一个仙女，和他玩得十分开心。父亲问他愿不愿意长大后娶她。他问什么是娶，就是想父亲和母亲这样，成为一家人。年幼的裴昭毫不犹豫地点头，那我要和小仙女成为一家人。只是后来他的病治好，回到京城。京城繁华，好玩的东西太多，他很快将人抛到脑后。长大后，因着他有个乡下的未婚妻，被许多人嘲笑。裴昭也不自觉对多年不见的文雪逸起了厌恶。这么多年不见，她长在乡下，就算又是好看些，如今也定成了普通的乡下农女。反观江清汉，世家教养，容颜淑丽，这才配得上他。如今裴昭才真切地感到后悔，只是后悔也晚了。婚后，他与江清汉闹了许多不愉快。江清汉非说他待他不似婚前，歇斯底里，全然不复他以往喜欢的温柔模样。他瞧着厌烦，渐渐便不去他房里了。他找了许多通房，他们眼睛、鼻子、嘴都有与文雪逸相像的地方。他总是会想起文雪逸，父亲给他们合过八字的，还说他们是天作之合。成婚5年，江清汉受不了他的冷遇，给他下了慢性毒药。发现时，那毒已经深入肺腑，将他昔日的怪病一并也引发了出来。可这次，再没有一个医术高明如文老的大夫能将他治好了。他休了江清汉，却落下残疾之症，此生都无法入世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裴度与文雪逸感情越发渐好，还添了个浴血可爱的女儿。午夜梦回，他无数次想，若是当初他没有躲去江南，没有去追逐江清汉，而是娶了文雪逸，会不会和现在不一样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